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励志又浪漫的爱情故事，让我们看看这对跨越海峡的有情人是如何修成正果的。话说去年夏天，我接待了一位特别漂亮的女孩小雅，第一眼看到她，我就被她的气质惊艳到了。1.72米的身高，皮肤白皙，五官精致，一看就知道是专业模特出身。闲聊中得知，小雅今年22岁，北京人，从小生活在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里。她爸妈都是体制内工作，家里还有2个兄弟，大哥比她大5岁，小弟比她小2岁，都在商界发展的不错。丽姐，我这次来是真的想找个合适的人安定下来。小雅坐在我对面，认真地说，我虽然年纪不大，但是已经在模特圈打拼好几年了，见过太多复杂的人和事，现在就想找个踏实靠谱的，能一起过日子的。我听了很欣慰，现在的年轻人大多都很浮躁，像小雅这样想法的确实不多。正好前几天我这边新登记了一位条件不错的男士，是在台积电工作的工程师，我就把他的资料拿给小雅看看。哇，丽姐，这个男生看起来好温柔啊！小雅看到照片的第一眼就眼前一亮。这位男士叫阿杰，今年35岁，台南人，在台积电担任高级工程师，年薪100万新台币起跳，还在台南买了一套高档公寓。最重要的是，为人特别踏实靠谱，性格温和。我详细给小雅介绍了阿杰的情况，他是个很优秀的人。在公司也是被当作未来的管理层在培养，虽然谈过几次恋爱，但都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走到最后。他这个人很低调，生活作风也很正派。小雅听完后更加感兴趣了。丽姐，我觉得这个人很不错，能不能帮我安排见一面呀？我知道可能会有很多困难，毕竟两岸通婚，现在还是有很多人不理解。但是我觉得缘分这种事情，不试试怎么知道呢？就这样，在我的牵线下，小雅和阿杰开始了他们的故事。第一次见面是在一家茶馆，记得那天小雅特意穿了一条淡蓝色的连衣裙，看起来既清新又大方。阿杰也打扮得很得体，西装革履，戴着一副金丝眼镜，举止温文尔雅。两个人一见面就聊得特别投机，从工作到生活，从兴趣爱好到人生规划，话题源源不断。我在旁边看着都觉得特别有趣，两个人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，但是在很多观念上都很聊得来，尤其是阿杰说话的方式特别温柔体贴，总是能照顾到小雅的感受。第一次约会结束后，小雅就跟我分享她的感受。丽姐，我感觉阿杰真的很特别，他不像我之前接触过的那些人，说话做事都很沉稳，而且特别会为别人着想。虽然他比我大了10几岁，但是完全不会让人觉得有代沟，反而觉得特别有安全感。就这样，两个人开始了频繁的约会。阿杰工作虽然忙，但是只要有空就会飞到北京来看小雅，每次见面都会精心准备一些小惊喜，有时候是小雅喜欢的甜点，有时候是他随口提过想要的小物件，这些细节都让小雅觉得特别感动。人总说真心换真心，小雅也开始主动出击了。他会提前打听阿杰什么时候来北京，然后精心安排约会行程。有一次，他甚至特意学做了阿杰最爱吃的台南担仔面，虽然味道可能不够地道，但是那份心意已经让阿杰感动不已。但是甜蜜的恋爱也不是一帆风顺的，事情的转折发生在1个月后，小雅决定跟父母摊牌。当她说要和一个台湾男生谈恋爱时，父母的反应比她想象的还要激烈，简直是胡闹。小雅爸爸一听就急了，北京这么多优秀的男孩子不找，非要找个远在台湾的，万一人家只是玩玩而已呢？再说了，你们价值观也不一样，生活习惯也不一样，怎么可能长久？小雅妈妈也帮腔道，是啊，我听说很多台湾男生都很大男子主义，而且那边的生活水平也不如北京发达，你去了肯定会不习惯的。小雅听了很委屈，跑来找我倾诉，丽姐，我真的很喜欢阿杰，他是我见过最温柔体贴的男生，可是我爸妈就是不理解，觉得我被骗了，还说什么台湾那边落后，我过去会吃苦。我安慰他说，
父母的担心也是可以理解的。这样吧，不如让阿杰来北京见见你父母，让他们亲自接触接触，说不定会改变看法。阿杰知道这个情况后，立刻请了假飞到北京。他特意买了很多台湾特产，还准备了一份详细的 PPT， 介绍他的工作、生活环境和未来规划。见面那天，他更是表现得特别得体，说话做事都透着一股稳重。让人意外的是，小雅爸妈对阿杰的第一印象竟然还不错，尤其是当阿杰说起他在台积电的工作时，小雅爸爸的眼睛都亮了。原来小雅爸爸是做半导体相关工作的，对台积电这样的世界级企业非常了解。没想到你在台积电工作啊！小雅爸爸的态度明显软化了，那边的技术水平确实是世界领先的。不过你们年龄差这么大，小雅才20出头，你确定能照顾好她吗？阿杰认真的回答，叔叔阿姨，我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。我虽然比小雅大，但是我会用余生的时间来证明，我一定会好好珍惜她，照顾她。而且台湾的生活其实并不比北京差，我们那边的医疗、教育都很发达，生活节奏也没有这么快，更适合成家立业。看到阿杰这么真诚，小雅爸妈的态度稍微缓和了一些，但是他们还是坚持要先去台湾看看，了解一下当地的生活环境，再做决定。这时候，阿杰那边的父母也知道了这件事，老一辈人难免会有些顾虑，担心小雅是不是真心的，会不会有其他目的。特别是听说小雅是模特出身，他们就更担心了。阿杰啊，你要想清楚。阿杰妈妈语重心长地说，现在很多大陆女孩子都是冲着户口来的，万一人家只是为了拿到身份证呢？但是阿杰很坚定，妈，你放心，小雅不是那样的人，她从小家境优越，根本不缺这些。她喜欢的是我这个人，不是其他东西。就这样，两边父母都持保留态度，但也没有强烈反对。小雅和阿杰的感情却越来越深。每次视频电话，他们都聊得忘记时间。阿杰会给小雅讲台南的风土人情，小雅则会跟阿杰分享她的工作趣事。有一次，阿杰特意录了一段视频，带着手机在台南街头边走边拍。宝贝，你看，这是我们台南最有名的国华街夜市。等你来了，我带你去吃最好吃的盐酥鸡。这边转角就是我常去的咖啡厅，他们家的珍珠奶茶特别香啊。对了，这是我们公司附近的公园，每天下班我都会在这里散步。看着视频里阿杰细心的讲解，小雅心里满是感动。她第一次感觉到，原来异地恋也可以这么温暖。转机出现在小雅第一次去台南的时候，记得那是去年10月，台南的天气特别舒服，不冷不热。阿杰特意请了1周假期，要带小雅和她父母好好逛逛台南。哇！一下飞机，小雅就被台南桃园机场的现代化设施惊呆了。崭新明亮的航站楼、智能化的通关系统，还有随处可见的机器人服务员，完全颠覆了她对台湾的印象。阿杰开车带着他们先去了台南市区。路上，小雅妈妈一直在感叹，这边的马路好干净啊，路上的车子也都很有秩序，不像北京那么堵。对啊，台南的公共秩序特别好。阿杰笑着解释，这边的市民素质都很高，大家都很注重环保和公德心。你们看，路边还专门设置了垃圾分类箱，连塑料瓶都要分好类才能丢。到了阿杰的住处，小雅一家更是惊讶不已。那是一套位于市中心的高档公寓，不仅面积宽敞，装修也很精致。最让小雅爸爸感兴趣的是，整个小区都采用了智能家居系统，从大门进出到家电控制，全都可以用手机操作。现在台湾的科技发展这么快啊！小雅爸爸忍不住感慨，我之前还以为台湾比较落后呢，没想到这边的生活品质这么高。阿杰带着他们参观了台积电的园区。作为全球最大的芯片制造商，台积电的规模确实让人震撼。小雅爸爸作为半导体行业的从业者，看到那些先进的生产线，更是连连点头，确实厉害，这些设备都是世界顶尖的。晚上，阿杰带他们去了有名的国华街夜市。热闹的街道上，小贩们的吆喝声此起彼伏，各种美食的香味飘在空中。小雅发现这里的小贩都特别热情，而且价格也很实惠。
阿姨，这个面线糊要加香菜吗？小贩亲切地问道。这种温暖的人情味让小雅妈妈特别感动。台南人真的很热情啊，说话做事都让人觉得很舒服。第二天，阿杰特意带他们去了当地最好的医院看看，现代化的医疗设备、完善的医保制度，还有医生们认真负责的态度，都给小雅父母留下了深刻印象。你们知道吗？阿杰介绍道，台湾的医疗水平在全球都是数一数二的，这边看病不仅便宜，而且医生都会很耐心地跟病人解释病情。参观完医院，他们又去了小雅未来可能就读的研究所。台湾的教育理念更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，课程设置也很人性化，这让小雅对未来的学习生活充满了期待。1周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，临走前的晚上，小雅爸妈把阿杰叫到一边。阿杰啊，这几天我们也看到了，台湾确实是个很适合生活的地方，你是个可靠的人，我们也放心把女儿交给你。不过你要答应我们，一定要好好对待小雅。阿杰郑重地点头，叔叔阿姨，我一定会用心经营这段感情，给小雅最好的生活。回到北京后，小雅爸妈对这门亲事的态度完全改变了，他们终于明白自己之前对台湾的认识实在太片面了。那里不仅不落后，在很多方面的发展还走在前面。最重要的是，那里的生活环境和人文气息真的很适合小雅安家。有了父母的支持，小雅和阿杰的感情发展得更顺利了。阿杰那边的父母看到小雅是个懂事的女孩，态度也软化了。于是，在交往半年后，两人决定订婚。订婚宴选在台南的一家5星级酒店举行。小雅特意穿上了一条粉色的旗袍，更显气质优雅。阿杰的亲朋好友都来捧场，大家都说这对新人郎才女貌，特别般配。阿杰，你找到这么漂亮的老婆，以后可要好好疼她哦。阿杰的舅舅开玩笑地说。那是当然的，阿杰笑着搂住小雅的肩膀，我会一辈子对她好。订婚后，小雅开始着手准备去台南定居的事情。她先是办理了各种手续，又开始学习闽南语。虽然台南人都会说国语，但是小雅觉得要融入当地生活，多学一门方言总是好的。哎，小雅，你的闽南语进步很多哦。阿杰的妈妈听到小雅用闽南语喊她阿母，开心得不得了。渐渐的，阿杰的家人都很喜欢这个既漂亮又懂事的准儿媳妇。结婚典礼定在今年春天，两家人都很重视这场婚礼。小雅的陪嫁清单把阿杰都吓了一跳，这么多东西，我们家都放不下了啦。没关系啦，小雅撒娇道，反正我们可以换个大房子嘛。婚礼当天，小雅穿着白色婚纱，像个公主一样美丽。阿杰看着台下宾客的祝福，心里充满了感动。谢谢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，特别要感谢丽姐，如果不是她的牵线，我可能找不到这么好的老婆。婚后的生活比小雅想象的还要幸福。阿杰把她照顾得无微不至，早上会准备爱心早餐，晚上下班会带她去散步，周末两人就开车去垦丁看海，或者去阿里山看日出。让小雅特别感动的是台南人的热情好客，街坊邻居知道她是从北京嫁过来的，都会时不时送些自家种的水果或者做的点心。菜市场的阿姨看她年轻，还会教她挑选新鲜的食材。小雅，你看这个空心菜，要选筋不结实的才好吃哦。菜市场的林阿姨总是这样热心地指导她。工作方面，小雅也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。她在台南开了一家服装工作室，专门设计结合两岸特色的时装。她的设计很受欢迎，还经常被邀请去参加台湾的时装周。老公，我觉得嫁到台南真的是我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。某个傍晚，小雅靠在阿杰肩膀上感慨道，这里的生活节奏很舒服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很温暖。最重要的是，我有了世界上最好的老公。阿杰听了，轻轻亲了他一下。傻瓜，我们以后的日子会更好。小雅的故事在相亲圈里传为佳话，很多姑娘都羡慕她找到这么好的归宿。不过我总是告诉她们，缘分这种事情，关键还是要看两个人是不是真心相爱。像小雅和阿杰，他们能走到一起，不只是因为条件配对，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愿意为对方付出。前几天，
小雅特意托人给我带来一盒台南的凤梨酥，还附了一封信，信中说她和阿杰的感情越来越好，现在还有了爱的结晶，她已经怀孕3个月了。丽姐，现在我才真正体会到台湾医疗有多好。小雅在信中写道，这边的产检特别细致，医生会很耐心地回答我所有问题。最近我们还参加了免费的妈妈教室，学习育儿知识。小雅的公公婆婆知道要当外公外婆了，高兴得不得了。阿杰妈妈每天变着花样给小雅炖汤补身子，还特意请了一位经验丰富的月嫂。妈，你们对我太好了。小雅感动得直掉眼泪，我真的特别幸运能嫁到这个家。小雅的父母也决定等外孙出生后就搬来台南住一段时间。这1年多来，他们经常来台南看女儿，对这里的生活越来越喜欢。特别是小雅爸爸还在台南结识了不少半导体行业的朋友，经常和他们讨论技术问题。其实以前我们对台湾的认识真的太片面了。小雅妈妈感慨道，这边不仅经济发达，教育医疗都很完善，最让人感动的是这里的人情味，大家都很友善，生活也很有品质。最近小雅和阿杰还购置了一套更大的房子，准备迎接新生命的到来。新家在一个环境优美的社区，周围有公园、图书馆，还有很多年轻父母带着孩子玩耍。我觉得在台南生活特别安心。小雅在信中写道，这里的空气好，节奏慢，很适合养育孩子。而且这边的教育也很重视孩子的全面发展，不会给孩子太大压力。看到小雅过得这么幸福，我这个红娘也与有荣焉。说实话，我接待过很多相亲的男女，但像小雅和阿杰这样能够完全放下偏见，勇敢追求真爱的例子并不多。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爱情没有地域的界限，关键是要敞开心扉，用真诚去感受对方。同时，我们也要学会突破固有观念的束缚，不要被刻板印象限制了视野。现在，每当有人问我相亲要注意什么，我就会讲起小雅和阿杰的故事。真诚的心意加上坚定的决心，这就是幸福婚姻最重要的基础。丽姐，等我生完宝宝，一定要请你来台南玩。小雅在信的最后写道，到时候带你好好逛逛这座让我深深爱上的城市。看着信中洋溢的幸福，我为他们感到由衷的高兴。这就是我们红娘最大的成就感，看着有情人终成眷属，在爱的路上携手同行。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，幸福不在远方，而在于我们是否有勇气跨出那一步。愿天下有情人都能像小雅和阿杰一样，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我是红娘丽姐，下期再见。